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大家日常饮食中那些被全球公认为最毒的垃圾食品，有5种食物榜上有名。更令人意外的是，许多人直觉认为很不健康的泡面竟然未能上榜。换言之，在垃圾食品界还有比泡面更伤身的毒王。这5种食物对人体血管的伤害被形容为远超抽烟、喝酒，甚至称得上100倍的危害。它们吃得越多，死亡风险就越高。就算再喜欢，也一定要忌口。到底是哪5种食物如此可怕？接下来我们深入探讨，给各位揭开这些垃圾食品的真面目。首先要登场的是辣条。对于很多80后、90后而言，辣条曾是放学路上最令人着迷的零食。撕开一小包辣条，满鼻的香辣气味扑来，一口咬下去，又麻又辣又香，让人口水直流，仿佛整个世界都鲜活起来。它价格便宜，滋味诱人，曾经风靡校园，人手一袋。然而，就是这种带给无数人快乐的零食，如今却被营养专家们称为健康的噩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看辣条是用什么做成的。辣条的主要原料其实非常简单，面粉、辣椒油和各种添加剂。它本质上是一种调味面制品。生产辣条时，工厂会将调成糊状的面团经由高温高压的机器挤压膨化，瞬间把生面团变成熟面碎条，再加入大量的辣椒油、盐、味精、香料等拌匀浸泡，最后包装成我们看到的辣条。一小条辣条看似平平无奇，背后却是油脂、盐分与化学调料的混合产物。有调查发现，一包普通的辣条配料表中，除了面粉和食用油，竟含有5、6种不同的调味料和接近10种食品添加剂、防腐剂、人工色素、甜味剂、增味剂、防氧化剂等琳琅满目。可以说，辣条的美味完全是靠工业化学调配出来的。难怪有人戏称，辣条是用课本上学过的化学元素表炒出来的小吃。油盐超标是辣条的一大问题，别看它一小包，里面浸满了油。一包辣条入口，你可能相当于吃下一整天炒菜所用的食用油。辣条常用油炸或油浸的方式制作，油脂含量非常高，过多的油脂让辣条尝起来格外香浓，但也带来了极高的热量和脂肪。不仅如此，让人担心的是，生产辣条的小工厂往往不会使用高品质的油，为了节省成本，他们可能反复使用廉价油、回锅油。这些劣质油中可能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氧化产物和杂质，长期摄入会加重肝脏解毒负担。除了油，辣条里盐也放得极多，那种麻辣鲜香的滋味很大程度上来自大量食盐和味精的作用。一小包辣条的钠含量往往惊人，吃下一包，你摄入的盐可能已达到成人一天建议摄取量的很大比例。长期过量吃这样高盐食物，将导致血压升高、肾脏负担加重，增加日后罹患高血压、肾病、中风的风险。辣条高油高盐，但营养价值极低，缺乏有益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纤维，可以说是一种热量空壳食物。经常拿它当零食解馋的人，容易发胖，血脂、血压都跟着往上飙。除了油和盐，食品添加剂的滥用让辣条更具危险性。为了让辣条颜色好看，小作坊常会添加人工色素。鲜红油亮的辣条看起来食欲大开，那红艳艳的色泽很多是染色剂染出来的，而不是真靠天然辣椒本身的颜色。比方说，有的辣条会添加胭脂红等色素，使其呈现诱人的橘红色。再如，为了让辣条吃起来特别鲜美，会额外添加甜味剂和增鲜剂。很多人不知道，辣条其实带有一丝甜味，那不是糖，而是添加的甜味剂，例如阿斯巴甜、甜蜜素等，能让味道更丰富。增鲜剂则类似味精的作用，让辣条的鲜辣味更加浓郁。虽然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和剂量有严格规定，按标准少量使用一般不会立刻危害健康，但偏偏怕一些无良商家超量、超范围添加。有的小工厂为了压低成本、增强效果，可能会偷偷多加几勺添加剂，甚至使用非法添加物。举个极端的例子，过去坊间曾传出有不肖业者在辣条中掺入罂粟壳、吗啡类毒品，增添令人上瘾的滋味。
这虽然是极端个案且违法，但足见某些黑心厂家为牟利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一旦食品中违规添加过量添加剂，长期食用会对肝肾造成损伤，也可能有致癌等潜在风险。对于家长们来说，更担心孩子们吃了这些东西会影响生长发育。毕竟辣条里那些防腐剂、人工色素都是化学合成的，发育中的青少年如果频繁摄入，是否会有隐忧？无论如何，医生普遍建议小孩、青少年少吃甚至不吃辣条这类零食，以免为了口腹之欲埋下健康隐患。谈到辣条，不得不说它肮脏的生产环境。网络上曾流传一些曝光辣条生产工厂的视频和照片，让人大跌眼镜。2019年就曝光了多家辣条制造作坊的黑幕。记者发现，一些辣条产品的生产车间竟脏乱不堪，地上积满污垢，墙角长着黑霉，工人徒手在污水横流的地面上操作食品。一款包装上画着虾和鸡蛋的辣条，其实配料里根本没有虾和蛋，只是面粉加添加剂，但厂房环境恶劣到令人作呕。看到这些画面，人们才明白，原来自己爱吃的辣条很多出自如此低劣的小作坊。节目播出后，有关部门对校园周边销售的辣条进行了严查清理，一些劣质品牌被下架查处。除了卫生差，用油的问题也很严重。便宜辣条为了节约成本，可能使用反复煎炸数天的劣质油，甚至所谓地沟油。这些油中藏有大量的有害氧化物质和致癌物，长期食用对肝脏、心血管的危害极大。看到这些黑幕，你下次再闻到辣条扑鼻的香气时，是否还觉得香呢？真相实在令人倒胃口。辣条对健康造成的伤害是潜移默化又真实存在的。除了明显的发胖、高血压风险，还有更隐蔽的问题。有些辣条使用的辣椒油特别刺激，辣度远超一般菜肴。一时爽辣固然过瘾，但长期高强度的辣椒刺激可能对消化道黏膜产生不良影响。医生们就曾提醒过，辣的食品反复刺激食道和胃黏膜，时间久了恐增加食管炎、胃炎甚至胃癌的风险。近年还有一些危言耸听的报道，某地一名男孩一天吃了3包辣条后，因剧烈腹痛被送医，结果诊断出急性肝衰竭。也有20多岁年轻人据称因常吃辣条导致肠穿孔，甚至有小学生酷爱辣条而罹患罕见的克隆氏症等等。尽管这些个案未必能证明辣条是直接元凶，可能还有其他因素，但至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高油、高盐、高辣的零食对儿童青少年尤其不友好，儿童吃太多辣条会影响正餐食欲和营养摄取，严重的还可能导致肥胖和早熟等问题。可以说，小小一根辣条，尽管不会让人当场中毒猝死，但它像一个隐形杀手，在你不经意间伤害着身体。经常吃的人，可能年纪轻轻就体检发现高血压、高血脂找上门。难怪营养师将辣条列入红色警戒的零食清单，呼吁大家能不吃就别吃。回想童年时代那份辣爽，其实是拿未来健康在交换，代价未免太大了。接下来要介绍第2种垃圾食品——毒王罐头食品。听到罐头，许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童年时的美味回忆。无论是甜甜的糖水桃罐头，还是香喷喷的午餐肉罐头，这些食品曾经是我们餐桌上的宠儿。逢年过节，拿出一罐水果罐头，全家共享那甜蜜的滋味，仿佛就是幸福的象征。然而，便利美味的罐头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健康代价。营养学家警告，罐头类食品可以说是营养的坟墓。食物在罐子里长期保存固然不易变质，但同时其中有益的营养素也所剩无几，反而多了很多对健康不利的成分。首先，罐头食品普遍存在营养流失问题。为了能长期保存，食品在制作罐头时通常要经过高温杀菌或腌制处理，这一过程会破坏大量的维生素和活性物质。比如水果罐头在制作时需要高温煮，加上又泡在高浓度糖浆中，水果中的维他命 C、酚类抗氧化物质等大部分都被破坏殆尽。你吃罐头黄桃入口甜蜜，但其实除了糖分，已经几乎吃不到鲜桃原有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一罐桃子可以让你摄入超量的糖，却得不到水果本应提供的营养。另外，
肉类罐头在制作过程中也有蛋白质变性的问题，高温高压使肉的结构改变，营养价值下降，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降低，同时肉中的一些维生素 B 也难逃高温杀菌的摧残。简而言之，罐头食品为了追求久放不坏，牺牲了食物原本的营养丰富性。我们吃进肚子的罐头可能只是热量、糖和盐，却很少有真正有益的营养，长此以往容易造成营养不良或营养失衡。比如孩子常把水果罐头当水果吃，就可能因缺乏新鲜水果中的维生素而免疫力下降。老年人若常拿罐头汤代替新鲜汤品，久而久之也可能出现蛋白质或微量元素摄取不足的隐患。再来看看糖和盐在罐头中的问题。很多人都爱吃水果罐头，因为又甜又香，但是你知道吗？那迷人的甜味背后是大量添加的糖浆。以常见的糖水桃罐头为例，透明的糖水里糖浓度极高，一罐黄桃罐头往往含有20-30克以上的糖，喝下一杯罐头里的糖水，相当于吞下7-8块方糖，热量吓人。如此高糖摄入会让血糖飙升，长期如此增加糖尿病和肥胖的风险。很多家长以为给孩子吃点水果罐头比喝饮料好，其实罐头里的糖一点也不比可乐少。而肉类罐头则通常是高盐重罐，像午餐肉、熏肉、咸鱼罐头等，为了防腐和调味都加入了大量食盐，这使得罐头中的钠含量居高不下。一罐普通午餐肉钠含量可能高达3到5克。要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的盐不超过5克，约相当于2克钠。也就是说，吃下一罐午餐肉，你单单从中摄取的盐就接近或超过了一天的限量。高盐饮食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引发高血压，长期下来严重损伤血管，引起动脉硬化。难怪有人戏称罐头午餐肉是高血压罐头。不仅如此，太咸的食物还会损害胃黏膜，增加胃癌风险。亚洲地区胃癌高发的一个原因就是传统饮食中盐腌食物太多，例如咸菜、咸鱼和咸肉等。而一些咸味的肉类罐头无疑也是高盐食物，吃多了对胃不好，还伤肾。除了糖和盐，罐头里常见的另一隐患是防腐剂。虽然真空密封和高温杀菌是主要的防腐手段，但某些罐头，尤其是开封后没吃完的，为延长保存期，也可能添加防腐剂。此外，为了让罐头食品色泽诱人、口味稳定，厂商还可能加入人工色素和香精。例如，水果罐头可能放点色素，让果肉颜色更鲜艳；肉类罐头加香料，使气味更香。这些添加剂在合规使用的前提下问题不大，但累积摄入过多总不是好事。谈及罐头，不得不说食品包装材料可能带来的问题。很多金属罐头的内壁涂有一层保护涂料，以防食物腐蚀金属。这层涂料有时含有双酚 A 等物质，双酚 A 是一种塑化剂，可能干扰内分泌，被称为环境荷尔蒙。虽然正规厂家的罐头涂层使用量在安全范围内，但长期过量摄入双酚 A， 潜在风险仍引发关注。一些研究发现，经常吃罐头食品的人，尿液中双酚 A 含量明显偏高，因而妇女和儿童最好少吃罐头，以免双酚 A 等物质干扰激素平衡。另外，罐头如果保存不当或超过保质期，还可能产生肉毒杆菌等严重的食物中毒隐患。那种未经商业灭菌、家庭自制的肉类或蔬菜罐头尤其危险，一旦污染肉毒杆菌，吃下去可致命。虽然市售合格罐头一般不至于有肉毒杆菌，但一旦发现罐头鼓起长冠、生锈或密封不良，就千万不要再食用，以免发生中毒。综上来说，罐头食品方便美味的背后是高糖、高盐、防腐剂和低营养的综合作用。长期大量食用罐头无疑对健康不利。罐头里的高糖高盐会悄悄侵蚀你的血管，糖让血管内皮发炎硬化，盐让血压升高，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再加上营养不足，人体免疫力和器官功能都可能受影响。如果把香烟和罐头放在一起相比，有营养专家打比方说，抽烟伤肺，常吃罐头伤全身。抽烟喝酒的危害人尽皆知，而罐头食品的危害却往往被我们忽视。毕竟它吃起来不会马上头晕不适，但它是在暗地里损害健康。因此，
罐头能少吃就少吃，尤其糖水、水果罐头，别当真正水果来替代。新鲜水果的营养和纤维是罐头给不了的。若真想解馋，可以选择自己用新鲜水果煮些银耳羹、果酱取代罐头，既美味又安心。第三种，榜上有名的垃圾食品是火锅丸子。爱吃火锅的人对这些丸子绝不陌生，鱼丸、贡丸、蟹肉棒、包心丸等等，五花八门，煮在汤里弹弹脆脆，特别美味。不少人涮火锅时，比起自己切肉片，更喜欢直接买各种加工火锅料丢进锅里，又方便又好吃。然而，你可能没想到，这些 Q 弹可口的火锅丸子其实是假扮的肉类，说白了就是淀粉加添加剂捏出来的食物。火锅丸子因此被营养学者称为假肉带来的真风险。它们入口是肉，实际上却并没有多少真正肉类营养，吃多了反而会伤害身体。火锅丸子的生产秘密说穿了很简单，用碎肉或鱼糜混合大量淀粉与添加剂，制成弹性凝胶状的丸子。以我们常见的牛肉丸、猪肉贡丸为例，高档一点的品牌会用一定比例的真肉泥，但也会掺不少木薯淀粉，增加粘性和体积，同时还会加入盐、味精、糖等基本调味，再加入磷酸盐增稠剂、卡拉胶凝胶剂等，让丸子口感紧实弹牙。此外，为了模拟肉的新鲜味道，还会添加各种香精和增味剂，最终制成品丸子可能只含有有限的肉蛋白，其余都是碳水化合物和各类添加物。有报道称，一些廉价火锅肉丸的一颗丸子里竟含有10几种添加剂，难怪丸子吃起来那么香，是化学调料帮忙的。对于消费者来说，被这些假肉丸欺骗味蕾事小，损害健康事大。首先，丸子淀粉含量高，真正的营养密度低，一不小心吃多了就等于摄入过多碳水，容易发胖。更糟糕的是，丸子里的盐分也非常高，一份火锅丸子往往已经先在加工时加了不少盐调味，煮火锅时我们又往汤底加高汤料、酱料，凑在一起咸上加咸。一顿火锅下来，如果你专吃这些加工丸子，很可能钠摄入爆表。高盐饮食我们前面说了，会升高血压，损伤血管和肾脏，同时火锅料中的脂肪含量可能也不低。许多肉丸为了提升口感，会额外掺入猪油或牛油，使咬起来更滑顺多汁，但这也导致丸子脂肪含量偏高，尤其是饱和脂肪和胆固醇含量增加。假如一次吃下太多这类丸子，血脂水平短时间内飙升，长期则助长高血脂、动脉硬化等问题。除了营养构成差，火锅丸子的食品安全风险也不可小觑。在火锅旺季，一些不法商家为了赚快钱，可能使用变质的碎肉制作丸子，用浓重的调味盖住异味。更有甚者，以前曾有报道披露，某些非法工厂在肉丸里添加工业添加剂硼砂，硼砂可以增加丸子的弹性和脆度，让肉质感更好，还有防腐作用。但硼砂是国家明令禁止用于食品的物质，它属于工业原料，有毒，人体摄入硼砂过多会造成蓄积性中毒，损害肾脏和肝脏功能。就是因为硼砂能让肉丸变 Q 弹，所以早些年很多黑心摊贩偷偷往贡丸、鱼丸里加，导致食药监部门严厉打击。在正常情况下，大品牌的包装火锅料应该不含这类非法添加，但街边散装的劣质丸子就难说了。因此，吃火锅最好认品牌，看标识，别贪便宜买散装来路不明的丸子，否则吃到化学丸子可就后悔莫及。火锅丸子虽然不至于像河豚鱼那样有剧毒让人立刻倒下，但它们长期大量摄入，对健康的损害也是一点点累积的。第一，它可能扰乱你的代谢，天天大鱼大肉，火锅丸子不摄入蔬菜水果，全是高油高盐高淀粉，结果就是身体发福，三高找上门。第二，火锅丸子的肝肾代谢负担很重，里面各种添加剂、防腐剂，需要肝脏去解毒，肾脏去排泄，长期让身体当化工厂处理这些人工物质，难免加速器官的老化。第三，丸子加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微生物污染和变质风险，一些小厂卫生条件差，冷链又不足，丸子容易细菌超标，吃了这样的丸子，轻则拉肚子，重则食物中毒。综合来看，
火锅丸子这种深度超加工食品和我们日常理解的健康食品南辕北辙，它们方便、美味，但严重缺乏有益营养，还可能附带各种安全隐患。难怪营养专家提醒，火锅还是多吃些新鲜蔬菜和真正的新鲜肉类，少放那些加工丸子，为自己的身体减减负担。下次涮火锅时，不妨多夹1筷子青菜、豆腐，少捞2颗人造肉丸，您的心脏和肾脏一定会感谢您的明智选择。第4种让无数人趋之若鹜，却又暗藏杀机的垃圾食品，就是奶茶。在当今社会，奶茶俨然成了年轻人的快乐水。闲逛街头，手捧一杯珍珠奶茶，或者办公室午后点一杯外送奶茶，已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香甜顺口的奶茶能带来短暂的愉悦和能量，可惜它也是身体健康的大敌。奶茶其实是高糖饮料的代名词，一杯平平无奇的奶茶，含糖量可能吓死你。有检测显示，普通甜度及含糖的奶茶平均每杯含糖30到50克以上，其中有的特大杯、配料丰富的奶茶，一杯甚至高达60到90克糖，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一般一罐可乐约500毫升，含糖约53克左右，而某些大杯奶茶的含糖量相当于2瓶可乐。如果换算成方糖粒，一杯糖分最高的奶茶含的糖相当于13到14克方糖。试想一下，平时你会一口气吃下10多克方糖吗？肯定不会。但很多人喝奶茶时却毫不犹豫地把等量的糖水送进肚里了。这样的高糖冲击下，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会迅速升高，胰脏被迫大量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长期反复如此，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也就是俗称的血糖代谢失调，为第2型糖尿病埋下伏笔。同时，过多的糖分不能及时消耗，就会转化为脂肪囤积起来。先是肝脏囤积，形成脂肪肝，接着是腹部肥肉囤积，形成所谓小肚腩。因此，经常喝奶茶的人，不知不觉中可能会出现体重上升、腹围变粗、脂肪肝等问题。有人戏称，奶茶店就是造成年轻人发胖的罪魁祸首。其实一点也不冤枉，奶茶中的高糖高热量确实在一步步掏空年轻人的身材和健康。除了糖，奶茶里的奶也暗藏玄机。你以为奶茶真的是红茶加鲜奶吗？未必，许多商家出于成本考量，奶茶中根本没有真正的牛奶，而是使用植脂末来替代。植脂末俗称奶精，其主要成分是氢化植物油加上奶粉香精、酪蛋白酸钠等。氢化植物油听起来高级，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含有反式脂肪。反式脂肪被医学界公认为对心血管最有害的脂肪，它能升高坏胆固醇，降低好胆固醇，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比猪油、牛油还不健康。世界卫生组织早在前些年就呼吁全球食品工业逐步淘汰反式脂肪。可惜很多劣质奶茶仍然离不开植脂末，加了它，口感香浓顺滑，还能模仿出牛奶的乳白色泽，但喝进身体里却是对血管极其有害的反式脂肪酸。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常喝奶茶，血脂检查时发现坏胆固醇 LDL 很高的原因之一。除了奶精，奶茶里还有大量的咖啡因来自茶叶。有检测显示，一杯浓浓的珍珠奶茶，其咖啡因含量相当于1-2杯咖啡。适量咖啡因能提神，但过量会导致心悸、失眠、焦虑。而很多年轻人习惯下午一杯奶茶，甚至晚上也喝，把自己搞得睡眠不足、心律不整。当然，相比高糖和反式脂肪，咖啡因算是奶茶里较小的问题，至少它不会直接伤血管，反而有时咖啡因还能稍提高代谢。但对一些对咖啡因敏感或有心血管基础病的人来说，奶茶照样可能诱发不适，例如让心脏负担加重、血压波动。隐藏的热量也是奶茶的杀手锏之一。很多人喝奶茶不觉得是在摄入很多热量，可事实上，一杯全糖全料的奶茶热量可能高达400-500大卡，相当于一碗饭、一盘炒菜的热量。更糟糕的是，饮料不像正餐那样有明显的饱腹感，一杯奶茶下肚，你并不觉得少吃了一顿饭，于是日常饮食并不会因此减少，这就造成热量额外叠加，日积月累，引发肥胖。肥胖又是百病之源，特别容易引起高血压、高血脂等血管问题。从这个角度看，
常喝奶茶对血管的伤害一点不比常喝啤酒小，甚至更糟，因为很多人喝酒还有限量，喝奶茶却可能毫无节制。此外，市面上的连锁奶茶店为了创新口味，推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配料，珍珠、奶盖、冰淇淋球、布丁、红豆、芝士等等。这些配料无一不是增糖增脂的源头。珍珠是用木薯粉加糖煮的，高碳水；奶盖是用奶油和奶酪打发的，超高脂肪；布丁含糖牛奶做；红豆本来营养好，但煮成甜汤后糖分激增。可以说，一杯豪华奶茶集齐了高糖、高脂、高热量三重杀，难怪有人戏称每喝一杯奶茶，血管都在哭泣。我们必须强调，奶茶对心血管的危害其实一点不输给香烟和烈酒。长期大量摄入糖和反式脂肪，比起每天吸几支烟或偶尔小酌，更容易让血管内壁形成斑块，发生炎症，导致动脉硬化。糖分还会附着在血管蛋白上，形成晚期糖基化中产物，使血管弹性变差，易破裂、堵塞。曾有医生直言不讳地告诫年轻患者，少喝点奶茶吧，想一想你的胰脏和心脏。有些20-30岁的年轻人就因为嗜甜成瘾，已经出现糖尿病前期或脂肪肝，这不能不说与奶茶、含糖饮料的流行有关。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奶茶店的无糖宣传暗藏陷阱。有调查发现，标榜无糖的奶茶并非真的完全不含糖，一些号称无糖的现泡奶茶，其配料如珍珠、奶精粉末中本身就含糖。有检测数据显示，某款标称无糖的乌龙奶茶每100毫升仍含有2到3克糖，虽然这比全糖低很多，但累积到一整杯500毫升也有10多克糖。不明就里的消费者以为选了无糖就万事大吉，却依然把糖喝进身体。所以奉劝一句，别再自欺欺人点儿，无糖奶茶养生了，它依然有糖，只是换了藏身方式。对于奶茶，我们最好的做法是尽量少喝，把它当作偶尔享用的甜点，而非每日饮品。如果实在嘴馋想喝，建议选择半糖或微糖，并减少高热量配料的添加。另外，不妨尝试自己在家冲泡奶茶，用茶叶加少量牛奶和一点点蜂蜜调味，既满足口腹之欲，又能控制糖分。毕竟身体健康无法重来，再好的奶茶也比不上健康重要。最后登场的第5种最毒垃圾食品是加工肉类。这一类包括我们日常常见的火腿肠、培根、香肠、腊肉、午餐肉等经过腌制、熏制或其他工艺处理的肉制品。很多人爱吃加工肉，因为它方便又美味。早餐煎2片培根加面包，又香又省事。下班懒得做菜，开一罐午餐肉就能凑合一餐。逢年过节来根腊肠，更是别有风味。然而，你可知道这些便利美味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可怕的健康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5年就发出警告，将加工肉类列为1级致癌物。所谓1级致癌物，是指确定对人类有致癌作用的因素与香烟、石棉、砒霜等并列。换句话说，从致癌的角度看，天天吃培根火腿与天天吸烟，在某种意义上殊途同归。这个消息当年震惊全球，美国《时代》杂志等媒体甚至用培根和香肠和香烟一样会致癌这样耸动的标题来报道。虽然实际风险程度没有那么戏剧化，但加工肉的致癌性已经获得科学界共识。我们的饮食指南也建议尽量少吃加工肉制品，能不吃就不吃，因为它们实在对健康不友善。加工肉为什么会致癌呢？关键就在于它的制作工艺和成分。首先，大部分加工肉都会添加一种关键添加剂——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是优秀的防腐剂和发色剂，能让腌制的肉呈现诱人的鲜红色，不易腐败。所以培根、火腿那粉红色泽就是亚硝酸盐的功劳。然而，亚硝酸盐在人体内可能转化为亚硝胺，而亚硝胺是强烈的致癌物质。经常食用含亚硝酸盐的加工肉会增加消化道肿瘤的风险，特别是大肠癌和胃癌。有统计指出，每天若摄入50克加工肉，大约1根香肠的量，罹患结直肠癌的风险会增加约 18%。
这增加幅度虽然不似吸烟那样成倍攀升，但对于大肠癌这种常见癌症而言，已经相当可观。尤其西方国家爱吃火腿培根，以前大肠癌发病率就很高。近年来亚洲地区加工肉消费量攀升，也出现结直肠癌病例上升的趋势，这其中的关联不可忽视。除了致癌，以火腿肠为代表的加工肉还存在高盐高脂的问题。拿一根普通的火腿肠来说，为了调味和防腐，钠含量往往非常高。一根小小的火腿肠可能就含有上百毫克的钠，几根下肚钠摄入量轻松破1000毫克，吃多了血压上升自然不在话下。加工肉里的脂肪多为饱和脂肪，摄入过多会提高坏胆固醇，引发动脉硬化和冠心病。有长期追踪研究发现，大量吃加工肉的人因心血管疾病致死的风险远高于很少吃加工肉的人。比如每天吃160克以上加工肉的人，心血管死亡风险比每天只吃少量10到20克的人高出将近 70%， 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也再次证明了加工肉对血管的伤害之大。事实上，很多加工肉都属于红肉，如猪、牛肉。过量摄入红肉本身就和心脑血管疾病相关，再加上盐和亚硝酸盐，无异于给血管雪上加霜。还有，加工肉通常需要烟熏或烤制，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致癌的多环芳烃和杂环胺等化合物，吃进肚里对细胞有损伤作用。可以说，加工肉集合了多种不健康因素于一身，高盐、高脂、含防腐剂和致癌物。在这5种垃圾食品里，加工肉绝对是名副其实的毒王。或许有人会问，我祖辈也吃腊肉香肠，怎么现在突然说它很毒？其实传统时代物资匮乏，人们偶尔吃点腊肉改善伙食，摄入量有限，身体自有解毒修复能力，不至于出大问题。现代人则不同，加工肉往往成为日常餐桌上的家常便饭，吃的频率和数量都大大提高，自然慢性危害就凸显出来了。更何况现在工业化生产的加工肉，为了口感和保存，不仅盐放更多，还额外添加了从前没有的各种化学添加剂，危险程度更甚。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工肉是伪装成美食的健康杀手，它入口是充满烟熏香气的美味，但在体内却默默地伤害你的细胞和血管。别忘了，1级致癌物的帽子可不是随便给的。正因如此，医学营养界才反复劝告大家要少吃这类食物，尤其是老年人和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更应当严格限制培根、香肠等加工肉，一周最好不超过1-2次，量也要少。如果实在嘴馋，可以用新鲜瘦肉自己做菜，既满足蛋白质需求，又避免了加工肉的高盐、高脂和亚硝酸盐。此外，烹调时搭配多吃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 C， 有助于抑制亚硝胺的生成。简单说，想要血管好，远离加工肉，少了香肠的滋味，总比少了健康要好。以上我们综合介绍了全球公认最毒的5种垃圾食品：辣条、罐头食品、火锅丸子、奶茶和加工肉类。它们各有各的美味魔力，却也各藏杀机。我们不难发现，这5类食品存在一些共性，要么是高油、高盐、高糖，要么是添加剂泛滥，亦或以上两者兼有。长期食用，它们会破坏人体的代谢平衡，损伤血管和脏器，引发肥胖、三高、心脑血管疾病，甚至增加癌症风险。相比之下，许多人挂在嘴边的泡面其实还不算是头号杀手。至少泡面虽然油炸高盐，但起码还有碳水和一定量的蛋白质，可以加点青菜鸡蛋提升营养。而辣条这类真的是毫无营养可言，纯粹添加剂热量包装，对身体百害而无一益。因此，别再以为垃圾食品只是胖一点而已，事实上它们对健康的侵蚀可能是全方位的，比抽烟喝酒更隐晦也更难防。那些吃进嘴里的愉悦，最终可能变成病床上的痛苦。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从此就要与所有美味绝缘，毕竟人生在世，适当的口腹之乐也很重要，但智慧地选择很关键。我们应该尽量以天然、新鲜的食物为主，多吃蔬菜、水果、优质蛋白，少吃上述这些毒性大的加工食品。如果实在嘴馋想吃，也一定要点到为止，浅尝辄止，切不可经常大量的吃。就像有人说的，
那些让你上瘾的食物，往往也正在慢慢杀死你。或许听起来有些夸张，但细细想想，确实如此。我们的健康是一点一滴累积的，每天多一点不良饮食习惯，身体就多一分隐患。相反，每天多一点健康选择，将来就多一分保障。再好吃的垃圾食品，也比不上健康长寿的滋味更甜美。为了自己的血管不堵、心脏不坏、肾脏不衰，请管住嘴，远离以上这些最毒美食诱惑。或许刚开始会有些难，但当你想起那些因贪嘴而付出的沉重代价，相信你就能坚持下来。最后，希望我们都能拥有健康的体魄，享受人生其他更美好的滋味，而不是沉迷于垃圾食品的短暂爽快。记住，爱惜自己的身体，从拒绝垃圾食品开始。